朝鲜疯狂暴兵援俄，坐实超级军火库角色。乌军特种部队成功突袭别尔格罗德，无能源打击升级，莫斯科加油站排长龙。莫斯科紧急扩大禁止拍照范围，掩盖惨状。莫斯科街头惊现乌克兰海报，俄空降旅抗命举当炮灰，车臣部队被炮偷溜。乌军第425团插旗解放扎里赫内村，俄军蜗牛式推进，遭英国上将嘲讽。俄军在黑海首次部署光纤无人艇，英国准备好对俄实施第二阶段制裁。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朝鲜真要不顾一切卷入这场战争吗？月初的时候，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跑到某核心军工企业的工厂去视察其新型导弹生产线。据悉，在此次视察中，金正恩详细了解了导弹生产自动化流程，并对这套新系统所展现出的提升导弹产能与保障质量的潜力表示满意。之后，朝鲜官方公开表示，这一现代化生产系统和流程将强化朝军主要导弹部队的战备水平。可能有人疑惑，不就视察和启用了一座自动生产线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怪回力军往深了想，实在是这将极大改变半岛局势，乃至影响乌克兰能否提前打败俄军。在此之前，我们要明白，朝鲜导弹武器库是以形成多层次威慑体系的，从类似于伊斯坎德尔的近程弹道导弹 KN-23， 到能够打击关岛的中远程导弹 KN-17， 再到近年来推出的其射程足以打击美国本土的火星15和火星17等洲际弹道导弹，种类繁多。这些导弹系统采用了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两种技术，而该生产线的启动代表着朝鲜已将研发、生产、装配和战备整合为一个全面集中模式的战略，代表着朝鲜导弹产能已从曾经有限的实验性产出转向了持续的自动化制造。那有什么作用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朝鲜今后可能不再受外部限制，尤其是与国际制裁相关的限制。要知道，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多年来对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实施了严格制裁，但该生产线的启动说明朝鲜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展国防力量，其自动化助力导弹生产和技术有了双重突破，同时也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其一是，即便在制裁下，朝鲜依然能自力更生；二是向国际表明，朝鲜不是一无所有的依赖者，俄罗斯有一个实力强大的伙伴。要知道，自动化的导弹生产线能使需要精密工程和稳定的质量控制的固体燃料导弹项目受益。目前在朝鲜导弹武器库中，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包含 KN-23、KN-24 等型号，而这批导弹早在2024年就已列装朝军，且已被证实援助给了俄罗斯，并用于乌克兰战场。与之配套的还有朝鲜士兵、火炮弹药、装甲车等大宗军火，以支持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如今，朝鲜不仅援助俄罗斯军火，还在金正恩视察下进行导弹扩产和布局。可见，在俄乌战争进入焦灼消耗阶段之际，朝鲜正以实际行动坐实其俄罗斯后勤军火库的角色，要帮助俄军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维持前线火力强度。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这轮暴兵并不仅仅是导弹工厂，朝鲜还在加快火炮、无人机、防空导弹、反坦克武器等多个产线的投产速度，甚至有消息称，朝鲜还在训练新一批工程兵和炮兵技术骨干。换句话说，朝鲜的行动是一场完整的战争工业动员，是为持续性输出做完整准备，既能把导弹卖到战场帮助俄罗斯，也只是在顺势搭建以朝鲜为中心的军工联盟，为今后的研发需求做准备。战场方向，乌军对俄本土的陆空联合打击让俄罗斯扩大了禁止拍照范围，不愿承认损失。综合前线军事记者的报道，9月7日开始，乌克兰特种部队就在空军的掩护下再度攻入了边境的别尔格罗德州。后经披露，具体位置在科洛提洛夫卡一带。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乌军首先拔掉了边境的检查站，然后瞄准俄军据点，开始猛攻掩体中的俄突击小队。报道称，当时据点内的俄军似乎正准备对乌克兰境内进行侦察破坏行动，没想到被乌军进行了先发制人打击。此役中，乌军战机功劳不小，率先升空予以打击，成功摧毁了当地的检查站，造成剧烈的爆炸，为后续猛攻创造了条件。视频中，俄军检查站已被夷平，正不断飘起浓厚的白烟。面对乌军的再度攻入，俄方第一时间进行了否认别尔格罗德被攻破。不过，俄乌战争以来，俄边境几个州已频繁被乌军攻入，最典型当属库尔斯克和布良斯克。只是目前还不确定这支乌克兰特种部队的目的是突袭破坏，还是为更大规模的行动做准备。后续情况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外，乌军对俄能源打击有了进一步升级，以迫使多地出现石油紧急的情况。
这甚至包括了莫斯科和远东地区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据莫氏新闻披露，莫斯科的 AI-95 汽油出现严重短缺，许多加油站都表示无货可供。同时，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和库页岛一带。俄能源紧缺的状况正在蔓延。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各地的加油站都排起了长队，鸣笛声与抱怨声此起彼伏。一些俄罗斯的车主甚至表示加到了掺了水的汽油，这在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都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总之，继机场经常停运后，现在陆地交通也受到石油短缺的困扰。俄罗斯正越发感到战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甚至还波及到了亲俄的欧盟国家。泽连斯基稍早时候就明确告诉斯洛伐克总理菲戈，称俄罗斯能源部门很快会不复存在。所以他警告称，斯洛伐克和莫斯科达成的任何能源交易是毫无意义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莫斯科都出现石油紧缺的情况下，火力军也怀疑其能对斯洛伐克提供多少石油。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能源设施接连受到打击的影响太大，俄罗斯扩大了禁止拍摄袭击视频的范围。最新的限制区在俄罗斯的萨马拉地区，违规者面临$11000的罚款。该决定由地区行动总部作出，并于9月8日公布。另一方面，莫斯科的街头还出现了大量的乌克兰海报，这可能是乌克兰在释放信号，即乌克兰特工随时可以渗透到莫斯科一带，而且乌克兰特工同样能够对各地能源设施发起破坏。俄罗斯的战争资源正在进一步萎缩。无论是远程无人机打击，还是近距离的渗透破坏，乌军打击还在升级。苏梅方向战争研究所9月8日援引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的话报道称，乌军持续反击，重新夺回了西北方向的别萨利夫卡村，目前正与俄军交战于北部靠近安德里夫卡和瓦拉钦，以及东北部尤纳基夫卡附近。值得注意的是，一名隶属于俄北方集团的俄军事博主声称，俄军指挥部已向瓦拉钦增援了第83独立空降旅，但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高兴，因为他们怀疑俄军事指挥部很快就会命令他们送死，以求打开瓦拉钦战局。此前，火力军曾提到过，苏梅方向俄军已陷入谎言的死循环，如今正在应验。此外，这位俄军事博主还声称，虽然有消息说车臣的阿赫马特部队正继续在新尼古拉耶夫附近活动，但第22摩托化步枪团有传言称，车臣部队不愿送死，仅只盘踞在阵地上，没有发动攻击，甚至是已悄悄离开了新尼古拉耶夫卡附近的阵地。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侦察营参谋长报告说，该方向俄军十分疲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重型装备发起进攻了。俄军指挥部偶尔会使用无人机向前线部队提供一些补给品。目前在该方向，俄军正以小型火力小组试图向乌克兰阵地推进，但均被乌军无人机阻止，而毫无收获。此外，参谋长还报告说，俄军指挥部正在将与俄国防部签订合同的新兵派往战斗最活跃的地区，如红军村、托列茨克等方向。报告说，在那里，这些俄新兵可能会在行动中阵亡，这样既向乌军施加了压力，俄罗斯政府也不必向他们支付工资。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的插旗行动再度失败，同时乌军的欧米加特战队近期又打掉了俄军3套关键设备，包括一套山毛榉防空系统、一座 9S18 雷达以及一个 9K37 导弹发射装置。莱曼方向9月8日发布的地理定位镜头表明，乌军第425斯卡利亚独立突击团解放了扎里赫内村，斯卡利亚团的士兵在村里的一栋建筑上升起了乌克兰国旗。此外，在莱曼方向作战的一个乌克兰旅还报告说，该方向俄军正在遭受巨大损失，俄军事指挥部必须经常调派来超过 90% 人员配备的新年级规模的增援部队，才能维持住现有的阵地。红军村至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马绍维茨报告说，俄军第110和第132摩托化步枪旅未能守住扎特绍克、诺沃托茨克沿线的阵地，导致俄军指挥部不得不向多布罗皮利亚战术区第51集团军的责任区投入额外的人力和物资，以维持当前战线。从地图上看，乌军已推进至拉金、诺沃托列茨克，很快将完成对象包围。红军村方向，双方的战斗主要集中在乌达河内附近。乌克兰一个营的副营长9月8日报告说，俄军正继续执行渗透战术推进，完全不在乎这些一次性士兵的生命。据悉，俄军组建的渗透小组通常以5人为标准发起进攻，偶尔会有多达10名士兵在树叶的遮蔽下，沿着防风林、种植园和乡村道路向乌军防线前进。目前，乌军正使用无人机阻止俄军渗透小组的推进。与此同时，乌军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前线近后方的工厂，以降低俄军前线的进攻频率。如9月8日，乌军就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俄暂时占领的工厂。目击者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乌军发射的佩克洛巡飞弹或巴尔斯巡航导弹与俄防空系统交战于城市上空，但仍有浓烟弥漫。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
不过整体上看，俄军花费数月和巨大代价夺取的区域正不断被乌军夺回。英国前国防参谋长、海军上将拉达金也适时评价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艰难处境。如果一只蜗牛在2022年2月24日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开始向西移动，到今天它就能穿过整个乌克兰和半个波兰。乌克兰推进速度不如蜗牛，加上军事和经济的窘境，你认为俄罗斯还有多少机会？南部克里米亚地区位于刻赤海峡的高加索港口发生火灾，并伴有剧烈的声响。俄国防部声称击落了全部的5架无人机，但似乎有无人机碎片恰好又落当地，引发了熊熊大火。与此同时，该公司通报称，克里米亚的詹科伊区在袭击后发生大规模停电。不过，该能源公司强调，紧急停电是由技术原因引发。截止目前，事件的具体情况尚未披露，但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停电原因是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据他们称，这次袭击的目标是索罗内湖地区铁轨附近的一个变电站。无论谁真谁假，袭击确实对俄军造成了影响。更南部的黑海地区，俄罗斯首次向黑海舰队部署了光纤版海军无人艇。防务快报9月8日报道，旨在充当自杀式无人艇，用其携带的 FPV 无人机和自身拦截乌军的海上无人艇。只不过实战效果还有待验证，毕竟无人艇在携带重型、受保护的电缆轴线后，将极大限制机动性和移动范围。因此，国防快报还强调称，电缆沿线的信号强度也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限制。若是没有中继器或放大器，连接可能不会超过100公里，其守护范围可能只够从金本沙嘴到达敖德萨。至于为什么要用光纤控制，很明显是俄军卫星通信能力薄弱的表现，避免遭受乌军 Curtin 等无线电遥控无人机的电子干扰。今后我们或许会看到乌军梭子鱼号无人水面舰艇和俄军光纤无人艇的对抗。战场之外，特朗普称准备好了对俄实施第2阶段制裁，什么时候有的第1阶段？在俄罗斯创纪录的袭击乌克兰基辅等地后，特朗普突然站出来表示，对乌克兰目前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满意，声称很快与俄领导人进行通话，并且为了顺利解决问题，特朗普表示他已准备好进入对俄罗斯制裁的第2阶段，还将与欧洲协调并解决问题。至于制裁细节，特朗普并未透露，但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准备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额外的2级制裁和关税。此举将导致俄罗斯经济彻底崩溃，并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但前提是需要欧洲伙伴参与进来。此外，贝森特还强调称，随着对乌克兰的袭击不断升级，他已就加大俄罗斯压力问题与欧盟官员进行联系。那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制裁俄罗斯吗？虽然火力军也想往好的方向想，但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还是那句话，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如何做。毕竟最近美国正从俄罗斯进口鸡蛋，还增加一些其他产品进口，美俄关系正在升温，而且会进行能源方面合作，因此特朗普的制裁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另外，9月8日，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任何制裁都无法改变俄罗斯的一贯立场，可见俄罗斯底气很足，坚信美国不会制裁俄罗斯。这底气谁给的？目前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进展自9月4日商讨后，欧盟制裁特使戴维·奥沙利文于9月8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协调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以及美国参与欧盟对俄第19轮制裁措施，后续是否能顺利实施，让我们拭目以待。其实在火力军心里，对俄罗斯制裁的最有效方式是乌克兰用自己的远程无人机、长海王星、火烈鸟这样的导弹摧毁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摧毁俄罗斯能源经济。只要捏中俄罗斯命门，这比祈求特朗普制裁俄罗斯更加靠谱。9月7日，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乌克兰的胜利。他表示，只要乌克兰还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就代表着胜利。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的目的是彻底占领乌克兰，在俄罗斯能做到之前，胜利就一直在乌克兰这边。与此同时，天空新闻9月8日报道称，梅尔茨再次发出警告，所有迹象表明，普京的扩张主义野心不会止步于乌克兰。他敦促欧洲盟友在与美国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新评估自己的利益，积极寻求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梅尔茨的担心无不道理。同一天，爱沙尼亚外交部就在官方网站上发帖控诉俄罗斯入侵领空行为，并为此召见了俄罗斯临时代办。据悉，9月7日，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闯入了范德鲁岛附近的爱沙尼亚领空，并在那里停留了大约4分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克斯·查赫纳称，这也是今年第3起侵犯行为。芬兰国防部也有类似的报道。早些时候，芬兰国防部怀疑2架俄军用飞机侵犯了该国领空，且已是今年第2次此类入侵。此外，前一天，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他不赞成停止特别军事行动，并强调，在他看来，只有当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地区或行政区时，和平才可能实现。卡德罗夫作为普京心腹，强调俄军的目标并非凭空而来，
这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保障。现在停止战争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如此看来，若是拿下整个乌克兰后仍不足以填补战争的亏空，那俄罗斯有很大概率进一步西进。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乌克兰首次使用了一种名为火烈鸟的巡航导弹，该导弹属于先进开发的武器，射程高达3000公里，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战斧导弹。一般而言，欧洲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往往受到射程和威力的限制，如由特朗普签署出售给乌克兰的3380枚增程攻击弹药系统导弹，使用时还需要获得美国国防部的同意，旨在减轻对战争升级的担忧。然而乌克兰国内自己生产的导弹却没有这种限制，导弹设计时通常往射程越远、威力越大的方向考虑。新闻周刊网站表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3枚火烈鸟导弹在日出时分发射，而乌克兰军方媒体军事网报道了此次火烈鸟的打击目标位于克里米亚北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处哨所。如果消息和视频属实，那么几乎就说明乌克兰拥有了真正的镇国神器。要知道，火烈鸟巡航导弹除了3000公里的超远射程，还有超过1吨的导弹弹头重量。据乌克兰媒体消息，它的飞行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翼展6米，最大飞行速度在每小时950公里左右。在欧洲援乌的远程武器中，如英国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是法国的斯卡普巡航导弹，都无法同火烈鸟比拟。技术来源上大概有2种猜测，第一种是来自苏联雨燕侦察无人机，乌克兰利用苏联军工留下来的遗产，从图纸和设计上汲取灵感，从而让冷战时的军工构思在当今时代复活。不过这种猜测太过于科幻，暂时可以质疑。第二种猜测则与英国有关。2月份开启的阿联酋阿布扎比防务展上，英国曾展出 FP5 巡航导弹，不管是性能还是参数，都与火烈鸟高度重合，说是世界上另一个我也不夸张。有意思的是，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提到了一件事，与英国合资打造 FP5 的米拉尼恩集团在2021年正好与乌克兰一家军火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于是不少人推测，火烈鸟或许是英国 FP5 导弹的授权生产版本。此前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行动多集中在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进行打击，火烈鸟导弹则将范围扩大了不止1倍。不过威力惊人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产量。美联社报道，负责生产火烈鸟的乌克兰防务企业燃点公司，其负责人伊琳娜·杰列赫透露，公司每天目前可以生产1枚火烈鸟，到10月才能增产到7枚。而泽连斯基表示，该导弹应该会从今年冬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在火烈鸟公布的同时，乌军还公布了 R360 海王星巡航导弹的远程改进型，也就是远程海王星导弹。这是一种亚音速低空飞行导弹，升级之后速度不变，然而射程却从290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对排水量低于5000吨的舰艇具有一视同仁的毁灭性。而且它使用的是移动发射装置发射，配备最新的电子系统，这就表明除了海上的目标，沿海和地面的目标也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不过它与火烈鸟倒是有某些神似的地方，比如在研制过程中都有着英国的帮助。乌克兰大部分武器援助都来自欧洲与美国，不过让人好奇的是，欧洲到底有哪个国家在满足自己军事需求的同时，又能对乌克兰进行支援？这个问题在最近有了答案。根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开启对保加利亚为期1天的访问，这是他对乌克兰战争周边7个国家进行访问的一部分。访问的重点则是索波特 VMZ 工厂，该工厂属于保加利亚国有弹药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炮弹以及其他炮弹。2017年销售额高达536亿列弗，约为319亿美元。作为欧洲最大的私营雇主生产大量弹药的国家，保加利亚的 VMZ 工厂早已成为欧洲军事补给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的大量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重要战线。冯德莱恩透露，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使用的武器多达1/3来自保加利亚。此外，冯德莱恩还为保加利亚引入 SAFE 机制， SAFE 机制全称为欧洲安全与自由基金机制。欧盟计划投入1500亿欧元，用作国防领域的联合公共采购。通过这个机制，保加利亚足以扩大生产武器弹药的生产，同时拥有更多联合采购权益。到今年年底，欧盟的弹药生产能力将达到2万发，军事生产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抵抗运动。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冯德莱恩提到，普京已经建立一个军事经济体，这意味着俄军加剧冲突的意愿越发明显。只是比起独木难成舟的普京，泽连斯基在欧洲显然拥有更多的朋友，同时拥有了更充足的军事援助。在即将迈入第4年的冲突，乌克兰无疑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正如保加利亚国防军工生产局其负责人鲍里索夫所言，我们都支持和平，但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尊重。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您认为朝鲜的举动会延长乌军获胜的时间吗？第2阶段的对俄制裁又是否能顺利实施？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